既共而不盈，亦觉菊无彩色。第六便是咏菊。我们来看看有永续之才的林黛玉的这首，因为在判词当中就有点名永续才就是指的是林黛玉。无赖诗魔昏晓清，绕篱70自沉阴。毫端韵秀临霜写，口角琴香对月吟。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一从桃令平章后，千古高峰说到尽。在小说当中，这一场咏菊诗的比赛，黛玉是魁夺菊花诗，他的3首咏菊诗分别拿到了这12首咏菊诗的前3名，而这一首又是3首当中之冠，被李纨评为是排位第1。无赖诗魔昏晓清，绕篱70自沉阴。无赖就是百无聊赖的意思，没办法可想。诗魔在佛教当中就是把人心中的这些欲求的念头说成是魔。佛教就是宣扬你要修身养性，要降心魔。白居易他在他的闲吟诗当中有写道，自从苦学空门法，消尽平生种种心，唯有诗魔降未得，每逢风月一闲吟。后来的人就用诗魔来比喻在诗歌创作当中作者的这种冲动，他所带来的心绪不安、不得安宁的这种情景。创作激情上来了之后，哪还谈什么佛系的这种心情？这是不可能的。佛系的心情可能写不好那些很让你有激情的这些作品。所以诗一开始就写出了林黛玉她从早到晚诗心冲动不可遏制，绕篱70口里默念口中吟诵的这些菊花的痴迷的情景，就突出了这个咏字，就很点题。然后是毫端韵秀临霜写，口角琴香对月吟。笔端藏着灵秀，对着菊花书写，口里面含着香味，对着明月吟诵。含人美、花美、景美、情美、诗美，和这么多美于这2句诗当中，它的构思是非常新颖的，造句也是非常巧妙的，是非常精彩的咏菊的诗句。然后满纸自怜题素怨，这个时候林黛玉的这种形象就很生动地表现出来了。林黛玉平素多愁善感，多愁多病，自怨自艾，那种情状我们马上就能够从这个诗句当中就体现出来。片言谁解诉秋心，就是自己一片情愫不为别人理解的这种苦闷。最后一从桃令平章后，一从就是自从，桃令就是指陶渊明，你看这个地方的陶渊明就进来。平章是鉴赏议论的意思。自从陶渊明在诗歌当中评说赞扬菊花以后，千百年来菊花的不畏风霜、孤标自傲的高尚品格就一直为人们所仰慕、所传颂，一直到今天。我们知道陶渊明爱菊是出了名的，所以把同菊花关系最深的诗人陶渊明请出来歌咏菊花的高风亮节。他其实也是借用诗句林黛玉她很高洁的品格就暗示出来。在这首诗当中直接写到菊花的字句并不多，但是意在诗外。在《红楼梦》的林林总总的人物当中，只有林黛玉的品质她和菊花是最为相似的。在评选过程当中，包括诗社的社长李纨在内，这些众姐妹们都是交口称赞她的这一句毫端韵秀临霜写，口角琴香对月吟，是写的最精彩的地方，表现了她的才情和潇洒。但是你如果细细的去品一品她的末联的一从桃令平章后，千古高峰说到尽，其实也是很有魅力，很意味深长的。好，最后再给大家来分享一首诗《画菊》。画菊是薛宝钗写的，既入词章，不可不共笔墨。第7便是画菊。诗于细笔不知狂，岂是丹青费较量。巨叶泼成千点墨，
攒花染出几痕霜。淡浓神会风前影，跳脱秋深万底香。莫认东篱闲采多，沾屏料以味重阳。你看这里东篱又出来了，东篱就是指东篱先生陶渊明。薛宝钗的这首画菊是评为第7名。他从这个题目说，他这首诗其实写的还是很生动的。他首联就是作诗以后，他就开始信笔画菊了。这个是他一时兴起所画的，并不是他刻意苦思冥想，存心要为了画画而画画的，是兴致来了之后一画而就的。这是第一句。那第二句他就写怎么画，千点泼墨，他把菊叶画得很茂密。攒花是一种画菊花的花瓣的一种画法，他用攒花的画法就画出了浓浓淡淡的菊花的花瓣。然后呢，颈联呢说画画的人呢，他对应着那些迎风摇曳的菊花姿影，心神领会，然后在纸上就用浓淡来表现这个菊花的样子。然后画画的时候呢，因为女孩子手腕上一般都会戴手镯，她一画画就会有那种跳脱的动感，所以带着跳脱的手镯就使得手腕的腕底也暗生秋香，就说明这个花画的有多好，好像这个花都有香气，这个香气把这个镯子都染得很香。攒花染出几痕霜和跳脱秋深万底香，这2句它的构思和造句都是很不落俗套的。莫认东篱闲采多，沾屏料以味重阳。不要把我所画的菊花错认为是真的是东篱先生的采的那个菊花，你去随手去采摘，就是画的很像很像的意思。这个地方又引用了陶渊明的东篱。然后他说，我把画贴在屏风上面以供观赏，可以安慰一下重阳的时候我如果不得去观赏菊花的那种寂寞的心情。这句话他写出了菊花被画得很生动逼真，同时他也写出了对重阳再去赏菊花的这种期盼。在这首诗当中，薛宝钗把画画的技法写得非常的精致，也非常的美妙，非常的到位。因为我们看过小说也知道，薛宝钗她自身绘画的功底和艺术水准是相当高的。那这里呢，就通过这首诗作很明显的展现出来。然后结尾句呢，又好像有一点点画饼充饥的意思，只能够贴在屏风上面，料以味重阳。曹雪芹似乎就在这里暗喻宝钗和宝玉未来的夫妻关系是一种有名而无其实的这种关系。好的，关于诗句，另外下面还有几首，包括想评为第2的林黛玉的这首问句，它也是写得很妙但今天可能时间上面来不及了，我就写在材料里面，大家再去慢慢的品味，可能每个人的品味都会有自己的一种感觉在红楼梦的第38回，它堪称是全书当中最为脍炙人口的篇章之一。因为我们说菊是花中君子之一，我们经常会把女人比作花，这个很自然，但是把女人比作菊花，而且一一的去对应，去对上号，这个功夫就非常不一般了。曹雪芹他就将红楼群芳的这些婉约，它和金秋菊花的这个高傲，它就结合在一起。他以女性诗章的流光溢彩，给菊花诗平添了一抹不可多得的清新雅致。这些诗不仅本身它是对情对景，而且诗中有诗，以衬语般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在抒发个人情怀的同时，它也预示着这些女子将来会有怎样的人生际遇，或悲或喜已不在话下。而且因为曹雪芹的后40回是散落在人间，都不知道了，后来高鹗、陈伟元他们重新整理的，就是很多都是根据曹雪芹在前80回的这些衬语般的一些诗作一些用句上面去揣摩他给他们安排的结局是什么样子，所以对后续的40回的补写也是起了很大的一个指导的作用。红楼女子她其实
象局的一点便是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他们很聪颖不凡，他们很有才学，但是个性都很鲜明，而且都对当时的礼教世俗他都发起了抗争。虽然抗争有大有小，虽然奏不出铿锵的鼓声，但他们毕竟抗争过，有抗争才会有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只是就像宝钗为12首菊花诗他排顺序的时候曾经说过的那样，末卷便以残局总收前提之盛。这里就说得很明白，盛它是要以残来做结的。大观园金钗一共有12个，菊花诗也恰好做了12首，这个不是很偶然的巧合，我想应该是作者他有意的一个安排。我们虽然不能把12首菊花诗当作12金钗的判词去看待，但是应该把咏菊诗的整体看成是咏人，也就是咏12钗总的命运，最后都是叶缺花残，万雁同悲，归到薄命司去。贾家最后是一败涂地，残局就暗含着一败涂地的时候群芳的最后的结局。好，今天关于咏菊诗、赏菊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聆听。